Hello， 艾瑞小伙伴啊，今天带来真我的新机 GT Neo 5 SE 啊，这也是第2代骁龙7加的这个处理器的平台的手机。那么今天带来这款手机的一个开箱体验，我们开箱开始。充电器100瓦的这个充电头啊，数据线。给的这个手机套，这个和这个 Neo 5很像呀，这个手机套。我们来看手机啊，正面是一块直屏的手机啊，而且是一个 1.5K 分辨率的屏幕啊，6.74英寸啊，也是支持了144赫兹的一个高刷新率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手机设置中可以进行一个刷新率的一个调节的。在屏幕方面呢，也是支持了这个2160赫兹高频 TDM 调光，低亮度情况下绝对是一个对眼睛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方式了。同时呢，在这个游戏方面呢，这一次也是带来了1500赫兹的瞬时触控采样率啊。那待会儿我们在游戏中进行一个体验。顶部呢也是支持了一个独立扬声器，以及这个红外啊也是在这个顶部了。那底部呢也是带来了一个这个C 口以及扬声器 SIM 卡槽，而且它这个顶部和底部的这个设计呢，带来了一个这种。并不是平面，而是它稍微凹进去的这么一点点。我们来看啊，显起来还是比较有这种设计质感的啊。采用了这种非金属的一个中框啊。那背面呢，其实我们来看啊，和真我 GT Neo 5很像啊。当然这边的这个灯带是没有了，那这边是它这个摄像头模组，那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双色温的闪光灯啊。那背面呢也是采用这种磨砂质感啊，所以摸起来呢是不会沾染指纹的。这也就是它的一个外观设计了。你们觉得这个外观怎么样？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呢？欢迎弹幕或者评论区，咱们来聊一聊啊。那这一次在这个性能方面采用了这个第2代骁龙7 Plus 移动平台啊，之前这个官方也是宣传的是说它的性能啊和骁龙第1代的8加啊基本接近。我们跑一跑游戏，我们也看一看啊。用真我手机玩游戏啊，首先就要打开 GT 模式。首先测试的是王者荣耀啊，它支持了120帧实测，一局游戏很流畅，一局游戏平均帧率为120帧。和平精英啊支持了90帧啊，实测一局游戏也很流畅，平均帧率为89.9帧。原神实测还是有点卡顿感啊，但是帧率图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明显。那30分钟平均帧率为58.8帧。目前感受呢和天玑8200啊差不多，但是和天玑9000还是有点差距的。在影像方面呢，后置有3颗摄像头啊，在这个整个模组上面，6400万的一个主摄，同时还有一颗800万的一个广角以及200万的一个微距镜头啊。这个稍微要凑出3颗镜头嘛，所以说给你了一个这个微距镜头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影像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相机在录像方面呢，支持了最高4K 30帧。那我也进行了录像的体验。首先未开启防抖，然后是开启防抖。这一次最高也是带来了16加1T 的一个版本。那这一次我们测评的版本呢是12加256G 的一个版本。那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它也是采用了5500毫安时的一个大电池。这个大电池，我相信如果说你是一个需要长续航的用户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手机还是蛮适合你的。首先它的处理器的这个能耗比还是比较 OK 的。那除此之外，能带来更大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大电池来说，能带来更好的一个长续航。充电方面也是带来了这个100瓦的一个快充啊。那这一次 GT Neo 5 SE 呢也是支持了双5G 的一个双通的啊，在这个游戏中来电的话呢，也不会太影响另一张卡进行这个上网的一个体验了啊。这也就是很多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它也是支持这种全角度的 NFC 啊，不挑角度能带来这个 NFC 的刷卡。那这也就是近期发布的这个真我 GT Neo 5 SE。你们觉得这台手机怎么样？如果是100分的话，你们会给几分呢？欢迎把你们的感受打在评论区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我。我们在下个视频见，拜拜。